魏前辈！于小山喊得撕心裂肺，肝胆俱碎，愧疚不已，悔恨不已。3炷香前，他们检查完赤峰坡上的安魂阵，循着新风斜盘指示，飞到汉江上游查探。魏无羡发现了一处深潭，潭水幽暗，深浅难测，潭心正不断上冲着巨大的气泡，烧滚煮沸一般。但实际去探，却觉冰冷刺骨，仿若数九寒冰。魏无羡笑道：“蓝湛，这回可算是有点意思了。”江氏门生摩拳擦掌，个个都想在蓝家孩子面前展露水性。于小山第一个道：“我游得好，我带头先下。”于小山是眉山于氏的嫡长孙，从小灵力强劲，天资过人，在莲花坞求学时也是受尽嘉许。魏无羡微笑道：“好，但此处颇有些古怪，你千万小心。”少年心性，于小山越是被教导要小心，越是不放在心上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潭水冰寒，我带人下水。蓝玉、蓝衡水性稍弱，与你一同游于岸上接应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好。”众少年以灵力包裹全身，防止冻僵。于小山急于表现，率先下潜。于小山游得迅速敏捷，轻灵如游鱼。一路上只见潭水悠悠，小鱼穿行，未见异象。于小山心想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，随即加快了下潜的速度，将众人抛于身后。很快，他循着蒸腾的气泡，在潭心发现了一根粗壮宏伟的石柱，柱身上有巨大的螺旋纹路。身后，蓝忘机也发现了石柱，做手势让大家包围靠近，担心被蓝氏门生超过。于小山加速潜到石柱根部，却被几根灰长的飘带阻滞了视线。那飘带飘到于小山眼前，挠得他面上作痒。未及蓝忘机阻止，于小山不耐地伸手扯住飘带，狠狠一把。突然，水下出现了一双大如灯笼、灿烂辉煌的眼睛。潭底光线晦暗，那双巨眼却无比明亮，直发出刺目骇人的光芒。嗡！巨大的怒鸣声几乎震破了众人的耳膜。那根本不是什么螺旋纹路，那是一头倒悬的巨兽，一圈一圈盘旋缠绕在石柱上，头埋进深潭底。于小山扯了他的胡须，惊醒了他。巨兽嘶吼之声仿佛撕裂了幽闭潭水，激旋的水波冲击翻搅，直震得每一个人心头发麻。跑，快跑！火烧眉毛一般，众人立即上浮。蓝忘机带着一众少年接连破水而出，水面上一时人头翻涌。众人纷纷照出飞剑，飞向最近的对岸。但那巨兽的速度更快，潭水喧腾，搅出巨大的漩涡。蓝旗被湍急的水流冲撞，刚抽出佩剑，没有握紧，剑立时被卷入水流之中。魏无羡大喊：“蓝旗！”一道纯澈炫目的蓝光掠过，蓝忘机已然赶到，拎起蓝旗飞往岸边。方才潜得最深的于小山，此刻落于最后。他刚浮出水面，踏上飞剑，便感到了身后恐怖的威压。于小山不由自主地回过头，只见那具兽头似驼，角似鹿，象似蛇，鳞似鲤，爪似鹰，口旁有虚髯，汗下有明珠，喉下有逆鳞，一双铜锤般的巨眼正恶狠狠地瞪着他。是小龙，一条即将进神飞升的小龙。那小龙圆睁着一双金光璀璨的眼睛，张开巨口，山呼海啸一般向于小山袭来。于小山呆呆望着小龙，说不出话来。好可怕！威压之下，他动弹不得，双腿发软，差点从仙剑上跌落，眼看便要被那小龙一口吞没。突然，于小山眼前红光一闪，未及反应，他便被魏无羡用力抛向岸边。那是魏无羡所能使出的全部灵力。魏无羡御剑疾飞而至，本就已觉吃力，现下更觉得随便极为沉重。小龙的巨口已经近在眼前，魏无羡看到了他锋锐的尖齿和猩红的舌头，天光全被这一张巨口遮盖，满目全是小龙口内的血红色。魏无羡闻到了滔天的心腹气，死亡的气息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。魏婴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，瞬间占据他全部心神。这声音素来温和沉静，此刻却如同白鹤泣血，凤凰悲鸣。
听得他心脏揪紧，心疼不已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天地广袤无垠，此刻却唯余一人，万籁俱寂。魏无羡听到了自己急促的心跳声，以及灵流在灵脉之中冲刷涤荡的声音。蓝湛，魏无羡攥紧了拳。蓝湛在担心，我绝对不可以死。魏无羡突然笑了，笑容光华灿烂，天地为之失色。一瞬间，蓝忘机仿佛又看到那个不败的战场杀神。江陵一战，温家数千高手合围，等闲不能近他身。魏无羡立于阵中，黑发在裂风中恣意飞舞，笛声飒飒，犹如天人之音。那时他脸上挂着的便是这样的笑容，傲视群雄，睥睨天下，一切尽在他掌控之中。魏无羡狂傲地想，敬神又如何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蓝湛变了情绪？刹那间，魏无羡感到丹府一阵奇异的滚烫，蓬勃的灵力充盈了全身，随便赤焰飞扬，红光大盛，如一道极掠的流星，瞬间冲出数丈。蓝忘机在空中抱住了他，将他紧搂在怀，带到岸上。小龙并未追击，只是升腾在空中，静静看着他们一众凡人，鼻腔中喷出阵阵白气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并肩立于岸边，无畏地望着他，持剑与他对视。半晌，小龙不屑的一摆尾，腾空而去。空中乌云翻卷，天色陡然漆黑如墨，霎时雷声大作，闪电划破长空，瓢泼大雨倾盆而来。魏无羡全身淋得湿透，额发贴在脸上，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滑。蓝湛，魏无羡转过脸去看蓝忘机，只见蓝忘机眼底充满着鲜红的血丝，目眦欲裂，着实骇人。魏无羡心脏一紧，讪笑着去勾他的手指。刚才我好害怕，你快安慰。话未说完，蓝忘机猛地将他拽进怀里，裹挟着檀香味的亲吻铺天盖地而来。蓝忘机的吻凶得吓人，魏无羡觉得他整个人都快被吃进去了，圈住他的手臂仿佛铁钳一般，箍得他双臂生疼。他双手抵住蓝忘机胸膛，努力地分开一点，喘息道：等等，孩子们。蓝忘机凶狠地扣住他后脑，将他按了回来，同时抱住他转了个身，以自己身体挡住其他人愕然的视线，另一手在魏无羡臀上重重拍了一下。魏无羡吃痛，但也不敢再动，乖顺地攀住蓝忘机双肩，张开嘴任他掠夺发泄。这个吻既不温存也不舒服，狂乱无章，毫无技巧。魏无羡只觉下唇快被咬破，舌根也被吸得发麻，呼吸渐渐困难，他的双手无力地从蓝忘机肩头滑了下去。在魏无羡快昏厥之前，蓝忘机终于放开了他。蓝忘机紧紧抱住魏无羡，把他的脸按在自己颈窝，同时回过头，双耳通红，无言地看了少年们一眼。只见江家几个孩子在他回头的瞬间慌忙背过身去。蓝思追自己紧闭着眼，双手却蒙在蓝景怡的眼睛上。魏无羡的额头抵着蓝忘机的下颌，紧紧拥着蓝忘机，手在他背上轻拍着，安抚着。两人静静抱了一会儿。魏无羡微微仰头，在蓝忘机侧颜啄了一下，温柔地说：蓝湛，我结丹了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这雨不正常。蓝忘机极目远眺，只见重重天幕下，乌云压城，延绵不绝，大雨滂沱，暴雨如注，风如拔山弩，雨如决河倾。潜龙飞升，天象有变，天倾之雨绵延千里，未有止意。巨大的9瓣莲信号烟花在空中闪烁。先等一等。魏无羡道：待江氏的人来了，一起商议。汉江流经云梦全境，此事重大，已不能擅自处理。半晌才有一子一修士飞来。魏无羡心里暗暗奇怪，这附近就有莲花坞的塔哨，来人既慢且少，恐有事端。来人是驻守塔哨的江源，十分年轻。江源对蓝忘机和魏无羡躬身一礼：暴雨来势凶猛，汉江下游多地山洪爆发，水隧趁机作乱。宗主已派人驰援各处防汛堤，眼下人手紧缺，已发送传信符给兰陵金氏、姑苏兰氏、清河聂氏请求支援，也已通知邻近世家多加防备。江城素来孤傲，会请求其他世家支援，
恐怕是洪汛已经严重威胁到寻常百姓。